凌晨5点，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丘杰路的巴沙已經被喚醒。量大3細啊，4件豬肉2件魷魚啊。OK， 得。經常會咁嘅。有冇開啊？跟住叫我包麵俾你咯，炸肉咯，魷魚咯。食客的清晨來電，為的就是能吃上一口肖振全做的客家炸肉椰漿飯。椰漿飯是一款用椰奶和斑斓葉烹製而成的米飯菜肴，被馬來人稱之為國肴，在新加坡、印度等地也頗受歡迎。傳統的椰漿飯是米飯配3巴辣醬、黃瓜片、炸鳳尾魚、烤花生和半邊雞蛋，然後用香蕉葉包裹成尖錐形。我哋嗰陣時賣華人唔係講好有錢嘛，但係睇到佢哋馬來人好好生意啊，馬來人又好好咯，就教我阿婆做咯，所以我阿婆就加入佢嘅最拿手嘅客家炸肉咯。上個世紀50、60年代，肖振全的外婆當年就是靠着一手惠州客家炸肉，闖進了吉隆坡丘杰路的巴沙，加入了椰漿飯的戰場。這一手藝延續的肖振全已經是第3代。一口讓食客等足12個小時的椰漿飯，肖振全得在24個小時前做準備。半肥瘦咯，20幾公斤左右啦。因為你唔可以切到太噴炸到佢好硬，太薄變咗紙皮。五花肉上加入五香粉、麵豉、南乳、雞蛋、糖和鹽，攪拌均勻。撈勻佢之後，擠麵粉收水咯，跟住攞去炸，10分鐘到15分鐘左右啊，一定要透啊！如果唔透嘅話，燜到唔靚嘅。用高油溫迅速鎖住肉汁，炸至通透，起鍋，瀝乾油脂。第2天清晨回鍋燜煮，這就是椰漿飯的靈魂所在。擠少少調味料啫，咩都唔使放噶啦。佢精華全部喺入面咗嘛，佢又鎖住嗰啲味道咗嘛，一燜嘅時候化晒出嚟咯。把炸肉放進鍋裡燜煮後，他開始了配椰漿，確保每粒米都能被椰漿狠狠地包圍，才能下鍋吹蒸。比起更多用電飯煲直接煮熟的方法，肖振全堅持了外婆傳下來的大桶蒸法。唔可以俾咁乾嘛，佢熟為止咯。嗱，如果佢唔夠水嘅話，佢唔會熟噶嘛。一定可以睇住咯，火候啊，同埋蒸嘅時候啊，啲下底嗰啲水夠唔夠啊？如果你唔夠水嘅話，佢又蒸唔到佢嘛。因為個桶下底係有窿噶嘛，啲椰漿水會滴落去噶嘛，咁個飯咪乾咯。所以我一定要加水加椰漿咯。翻來覆去，連續用人手操作1小時。30年前，肖振全看着外婆這麼堅持下來的，今天他也沒有理由偷懶。最後點放翻嚟熱咯，跟住等到佢熟咯。當第一縷陽光冉冉升起時，夜色裡孤獨的戰場也即將結束。椰香味兒和炸肉香味兒爭先恐後地從狹小的鋪面裡往外逃。2塊炸肉，半隻雞蛋，幾片黃瓜，加上油炸江魚仔，融合了3代人的堅守。這可能是全馬來西亞最不起眼的椰漿飯小店，沒名沒牌，卻聲名在外。手藝嘅嘢都有佢嘅價值喺嗰度嘅，無論你點樣先進都好，都唔可以代替咯，我覺得。將情感注入食物，除了能讓食物更加美味之外，還能給人留下味覺記憶。阿貴啊，今天我叫你做那個野雞卷啦，是我們順德的經典的名菜來的啊，有100多年的歷史，但是操作起來做起來很繁瑣，不容易做好。不定期的給越南徒弟傳授家鄉菜的做法，是歐培彪在異國他鄉創業後的堅持。歐培彪傳授的野雞卷，是順德菜中粗料精做的典範菜式。這道菜式取名野雞卷，
却跟鸡没有任何联系。它的主要材料是肥膘和瘦肉。用猪的肩膀到后腰10公分最厚的那点肉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的肉比较细腻紧密。要让肥膘和瘦肉相互包裹后，做到外脆里嫩、香而不腻，刀工是成败的关键。肥肉一定要片成2毫米，瘦肉也一样。肥肉薄了容易穿，厚了口感不好。如果那个瘦肉厚了，口感就柴了，不好吃了。30厘米长，20厘米宽，2毫米厚最标准。肥膘用曲酒浸泡5分钟，既可去腥臊，又能增添酒香味儿。瘦肉啊，要放鸡蛋、盐巴、酱油，还有一点点生粉啊，还有一点点酒，腌它大概是20分钟内就可以肥瘦合并卷起来。肥膘和瘦肉被拆分再合并，摇身一变成为粗料精做的肉卷。入炉猛火蒸20分钟，再放到冰箱迅速降温成硬块，才能刀切不烂。最起码要砂锅要110度，就把那个野鸡卷马上收紧，慢慢的把那个油逼出来，它是外酥里嫩啊。林生好，聽日揾龍頭魚啊！喂，呢2日刮大風咁喎，唔知有冇喎？我打個電話幫你訂啦。啊，又要訂食蟹唔好多喎呢輪。今晚啊，順德房留俾你最大嘅順德房嚇，你訂嘅大海膽啊，各方面都已經留好咗啦。午市过后，欧培彪将主战场转移到手机上，食客的来电既是惊喜又是压力。張生你好。蘇生你好，係你要個龍頭魚啊？係啊係。林哥，聽晚啊擔埋咗要6斤龍頭魚，有冇貨？有冇貨？多喎。要6斤咁多，你得5條，6條，加埋裏邊都得6條。啊，即係個市場就揾，我又打電話，你又打電話啊！啊，即刻安排好。有時咧，其實啲客人揾啲嘢都幾撩楞嘅，有啲食材唔一定一下子揾到，我都盡能力去同佢揾。食客们喜欢称呼欧培彪为顺德彪。今日的风光源于欧培彪5年前一个冲动的想法。初嚟嗰陣啊，玩過1、2次之後咧，感覺到呢度個環境好，海鮮啊各方面都好新鮮好靚，燒烤啊、煎炸啊咁啊為主嘅啦。比如蒸條魚啊，佢都唔識蒸嘅，魚鱗就掛得唔清，魚須都唔滑，咁啊點食咧？咁我行咗呢度見到咁嘅情況。啊，咦，有商機喎！咁多我哋個國內人過嚟旅遊，啊呢度食材又靚，嘗試下將我哋個順德美食推廣下，睇下得唔得啦咁樣。广东人喜欢说干就干。5年前，顺德人家成为岘港第1家传统粤菜馆。顺德野鸡卷配越南野菜，家乡扣肉，每一道菜欧培彪都手到擒来。但即便这样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順。我哋初都冇考慮到咁麻煩、咁複雜嘅。再聘請人員嗰陣，啊，好似廚房啲兄弟帶啲徒弟，啊，龍口學不如咁，各方面好多乜嘢微料完全唔符嘅，做唔掂嘅。啊，咁啊後期咧就全部喺國內廣州、佛山批發，咁先係真正做到今時今日我哋個菜係嗰個味性。为了能把家乡风味复制到异国他乡，欧培彪整整花了5年来解结，解食材与配料的结，解天然做法与后期加工的结。直到客似云来时，欧培彪才相信自己不负凤雏美食传播者的称号。被春色装饰的花红柳绿的3月，总是有特别多和农事相关的新造旅游节庆活动。今年桃花节的马拉松赛将人群带入了九峰的桃林腹地，这让本地经营客栈的陈丰达心里安稳了点儿。达哥是宁波人，在深圳做了32年厨师，
半年前决定回到老婆的家乡，投入了毕生积蓄改造老屋做生意。扎好啲房間啦喎。做了几十年厨师，每天面对的是油烟，自己演绎的。这里的空气好，我们宁波的经济也很好，然后我自己感觉是成了广东人了。今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位喎，好。乐昌最出名的炮弹芋头，每年只有1次收成，10多斤的身量，但个儿大肉嫩，切开露出槟榔花纹。非常之靚嘅咧，我就直接係咁落活。有了腊鸭这个搭配，香芋粉滑糯软的口感，完全颠覆之前的记忆。院儿后边的野生苦锥果做成豆腐红烧，10几道工序后，苦味荡然无存，只有坚果的特殊香味儿。再切段自己灌的土猪腊肠，来个桃花走地鸡。最乡土的食材，达哥做出了最诱人的味道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大哥，你那个手艺不错，这个也是我非常满足的。”但时节总有自己的脾性，热闹过后，整个春季开始阴雨连绵，客栈无人入住，只有些零星的食客。唔好嘆氣喎，睇天食飯啊！达哥的豁达来自他的经历。那时候穷啊，我寄了100块钱路费，到深圳是还有2块5毛钱。初到深圳的达哥，为了吃饱饭，找了一份餐厅的学徒工来做。他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做工，起早摸黑6年整，终得回报。95年，人家才多少钱1个月？我已经有110万现金在银行。达哥飘飘然了。赌了1个星期，输了100多万之后，我去深圳从头再来过嘛。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，我父亲没接到我孙子，我最大的遗憾。就这样起起伏伏在他乡奋斗，所幸妻子彩霞一直陪在身边。现在夫妻俩齐心协力在桃林边寻找商机。为延长旅游季，九峰果农们种植了10几种桃李，花期果期各不相同，但绵长的雨天打乱了节奏。这几天达哥总碰到因卖桃而发愁的乡邻，他不禁动了念头：卖桃子啦，卖不出去啦。你看要多少箱来卖啊，大哥？第一次在朋友圈做销售，达哥有些心里没底，因为桃子的保鲜期实在太短，他凌晨5点就叫上妻子去林子里帮忙。我仲有100斤快遞噶喎。哇！呢串大啊，呢串啊，即刻快啲過嚟執呢邊啦。哦，嚟啦。4隻波頭嗰啲冇要啊，唔得。哦。雨水太多了，尽量把它消。水果这个东西等不得。刚出桃林，达哥就忙不迭地去打包发货。哎呀，好重啊！慢慢嚟喎。这里收购是多少？网上快递又是多少錢1箱？今朝買啲桃點啊？今朝3蚊1斤喎。哇，咁好價錢啊！食盒翻嚟整啲生菜，油桃炒咕嚕肉。我都未試過。未試過咪俾你試下咯，好嘛？乐昌的油桃纤维少，口感爽脆。达哥能用油桃挑战菠萝，做出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吗？要处理一下，放一点那个生粉。是谁规定咕噜肉一定要配菠萝啊？要配水果只是解去肉的油腻。
油桃咕噜肉的成功给了达哥信心，他准备再试试搭配基围虾，但过多的汁液让味道有些寡淡。加点那个鸡蛋，让它锁住那个水分也是。用蛋液包裹后的桃肉表现更佳。反复试验之后，蜜桃基围虾的混合，清甜爽口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比起啊水分锁住咗，味道好好多啦。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。哎呀，达哥走传统路线，将桃林走地鸡加上泡发后的本地桃胶，只需在蒸柜待上20分钟，一包养颜汤便胶质十足，喝上一口，怦然心动。回到家乡，和家人一起造一座小院，熟悉的村景让达哥的世界柔和了下来。好味。达哥觉得，在家人身边，感受相邻的善意，哪怕清苦一点，也是人生的小确幸。食物是节日的重要载体，少数民族节日更加注重传统的美食。广西毛南族小伙秦聪维在县城菜市场有个食档。明天就是本族最盛大的节日分龙节了，他特别想学起节庆必备的五香菜式。五香中的五色香糯米饭会在今晚开蒸。为了学到手艺，小秦早早的就领了采集染料的活计。我们用这个叶子，我来做那个五色糯米饭中最经典的黑色。毛南山乡，天色暗得很快。今晚村村寨寨都会在节日前夕蒸上五色糯米饭，预祝五谷丰登。和红蓝草、紫番藤、黄花等植物的本色截然不同，枫叶的黑色转化将在净色丸和糯米合蒸之后。这其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把米蒸透。老师傅也告诉我，打洞的话要打2次，第一次的话，像它米有一点膨胀感了以后，再打第2次。我们做完的话，起码要到12点去。柴火燃烧了40分钟后，小秦估摸着应该熟了。有点生这个。开锅不熟，整锅饭没有了反攻的余地，小秦很是沮丧。刚才我去打第1次了，然后没有人打第2次了。这个又以为我看了，然后那个又说，哎，他看了我就不用看了，就是这样了。那节奏有点乱了。哥哥，刚加入我。现在我们要把熟的跟生的分出来。聊天了。今晚的忙碌会持续到深夜，直到米饭每一粒都充斥着植物的清香，以迎接分龙节的到来。分龙节上，几乎村村都带了糯米饭，上等糯米配上刚采摘的植物，在米粒饱满后，开始发出特别的香味儿。看着乡亲们抢着吃昨晚做的糯米饭，小秦很是开心。可看到邻桌的香猪，他又犯愁了。哇，这个香猪太亮了，我一直想学这个香猪。我的师傅他有技术，但是他又不愿意教。酒过3巡，终于等到好消息。哦，哎，来，看了啊！
每年的中秋前夕，薛文凯的家庭小作坊都会一改往日的平静，全家老少围着一块小圆饼转。18岁就回来嘛，真正接手差不多15年了，不想把这个手艺失传，想把它练在手，做得最好。制作小圆饼的手艺传到薛文凯身上已经是第14代了，这块被当地街坊疯狂追捧了近300年。更是海外潮汕游子节庆时最惦念的家乡食物，叫潮汕老饼。老，潮汕方言指猪油，顾名思义，用猪油掺面粉做皮，包甜馅，烤焙熟的饼叫老饼。潮汕老饼也以地方的不同区分为义西、苏南和桂鱼3大老饼。而薛文凯是桂鱼老饼的传承人之一。桂鱼这边有10来家，我们都是堂兄弟，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。我老祖宗创办的时候就用薛元和这个字号。看起来不起眼的老饼做法非常繁琐，从馅料的准备、皮的制作到最后烘烤出炉，每一个细节都来不得半点敷衍。传统拉饼嘅馅料要蛋quy定、肥力、橙白、芝麻籽汁組成，其中最複雜方面就是蛋quy定嘅籽汁粿條。冬瓜丁儿也称为糖冬瓜，虽然糖冬瓜早已经随处可买，但是薛文凯说，他用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制作出的手工糖冬瓜大不一样。开始呢，就是要用石灰水浸泡大概12个小时左右，捞起来放在清水里，放在里面冲洗，冲掉冬瓜里面的涩味，再把冬瓜煮熟了，倒糖下去，大火，然后来熬制。经过熬制的冬瓜丁要等风干，然后经搅碎，才能进入老饼制作的核心步骤。整个葱买回来就挑，剩下葱白那一段，切的时候要加入猪油，加猪油，等一下吃起来的味道会更香。冬瓜丁、肥肉碎、油葱白、芝麻，再加上高粉猪油，老饼的馅料已备好。300年手艺精髓的演绎已浮现于眼前。需要高筋面粉、鸡蛋、麦芽糖、猪油，最关键就是下水，你下多了烤出来会黑。因为这个是祖传下来的东西，这个皮呢就是没有斤两可称的，这是凭手感。看似简单的工序，暗藏着从不外传的玄机，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，注定了外嫁女只能通过巧手来展现功夫。一天4双手，5000个老饼。旺盛的炉火催生出酥香四溢。从清晨到凌晨，小圆饼让薛家上下忙碌不停。还是觉得家里这个虽然是说小作坊，还是挺好的，在家里还是比较踏实的。独家手艺的传承故事，同样上演在马来西亚怡保第3代华侨钟思明和钟思业身上。本是生物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兄弟俩，为了全心繼承家裏的老餅手藝，辭去了高薪工作。最近一幫個蓮子有啲黑啦，盡量揀啲最靚嘅俾我哋。有冇話啲全部100%先係靚㗎？過去中秋咧就出新㗎啦。蓮子係過去中秋嘅。2个思维严谨的理科生接手父亲经营了70年的老店，用理科思维的标准化对传統老餅店進行改革。傳統食品生意唔係咁容易做咯，你因為唔係新嘅嘢，舊嘅嘢個口味又未必啱新嘅市場，新一代嘅人又未必啱。好似係話蓮蓉啊，我哋盡量做到係唔會咁甜，現代人嘅需求。
莲蓉是父亲钟汉元最引以为豪的作品。从1949年开业以来，钟汉元潮州饼家除了制作传统潮汕老饼外，还推出各种广式饼食。但儿子钟思业掌管店铺后的第一大动作，就是要改良父亲几十年不變嘅蓮蓉。冇插手喎，時代唔同。如果我哋有插手咧，就多事嘅。唔係咁容易嘅嘢啦，因為甜度你減少去膠質或者口感會變㗎啦，肯定都會慢慢去試少少步驟，可以有邊方面可以改良。父親放手給兒子嘗試，鐘思業僅花了3個月，就把蓮蓉的甜度降到合適現代人的口感。唔係講點樣改變咧，係將嗰啲過程記錄低，俾佢一個標準嘅做法啦。通常佢就做生產嗰方面，咁我就睇下鋪面運營方面，睇下邊啲鋪面嘅嘢點樣可以 improve 啊。從產品到環境，老餅店注入新血液。兄弟倆1裡1外，老餅、珍珠餅、肉鬆蓮蓉餅，各種潮州餅食都能在異國他鄉裡找到。翻嚟之前咧都有諗過，以前細個中意食啲嘢，咁而家有好多冇咗、失傳咗，都唔想呢個傳統餅幾十年歷史，又唔想去失傳啦，都會繼續做落去啦。